一起来看精彩短剧《邻居占我停车位》，我反手给他送一份大礼。故事解说：苏清月花费10万元，全款买下了小区地下车库的 A 区88号私人车位。这本是属于他的专属私有车位，却被隔壁邻居长期强行占用，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使用。无奈之下，苏清月按照对方车辆挡风玻璃上留存的挪车电话拨打过去，想要联系车主挪车，可多次拨打后，系统始终提示这是一个空号，根本无法接通。迟迟联系不上占位车主，苏清月只能找到小区物业，拜托物业工作人员帮忙联系对方。好不容易通过物业渠道对接上占位车主后，对方的态度却十分敷衍蛮横。车主直言自己正在外地出差，没有办法回来挪车，让苏清月自己想办法解决停车的问题，丝毫没有顾及苏清月的合法权益。事实上，这位占位车主是刻意预留虚假空号，目的就是为了躲避房产销售的骚扰，却心安理得地占用着别人花钱购买的私人车位，丝毫不顾及他人的不便。小区物业的李大叔认出了苏清月，主动上前和他打招呼，询问他下班情况，还随口问起新车位的使用体验。苏清月随即向李大叔说明情况，告知自己的私人车位被他人占用，且对方预留的挪车电话是空号，根本无法自行联系沟通。李大叔得知情况后，立刻安抚苏清月稍作等待，随即登录小区业主系统进行查询，很快便查到了占位车辆的业主信息。该车主是小区3号楼1201的业主赵艳华，系统中还留存有他的备用联系电话。李大叔没有耽搁，立刻拨通了赵艳华的备用号码，尝试沟通挪车事宜。电话接通后，赵艳华的语气十分不耐烦，抱怨大晚上被人打扰，十分烦躁。李大叔耐心向赵艳华说明情况，告知他的车辆停放在 A 区88号私人车位上，该车位有专属业主，麻烦他尽快下楼挪车。面对物业的合理诉求，赵艳华依旧态度嚣张，他表示自己只是临时停放车辆，无需小题大做，同时解释自己预留空号是为了躲避销售骚扰。他还声称自己人在外地出差，不可能专门为了挪车立刻赶回来，言辞之间满是理所当然。苏清月接过通话，自报身份，表明自己就是88号车位的业主，礼貌询问赵艳华大概何时能回来挪车。赵艳华十分敷衍地告知苏清月，自己最少还要3天才能返程，还让苏清月不要较真，小区内空置车位众多，让苏清月随便找个空位停放即可。苏清月当场拒绝了赵艳华的无理要求，他明确表示这个车位是自己花费10万元购买的私人产权车位，没有任何理由无端让给他人使用，自己也不会额外再为停车支付多余费用。可赵艳华丝毫没有愧疚之心，言语轻浮地表示不过是几十块钱的停车费，等自己3天后回来随手结算就行，随后便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一旁的李大叔见协商无果，连忙出面打圆场，主动提议可以帮苏清月申请临时停车位的费用减免，这3天的停车费用由物业出面免除，不让苏清月吃亏。但苏清月婉拒了李大叔的好意，他表示自己会按规定缴纳停车费用，不想让物业左右为难，同时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赵艳华的所作所为，默认了对方3天后挪车的说法。挂断物业电话后，赵艳华丝毫没有反省，反而十分得意地和他人炫耀自己的操作。他嘲笑苏清月太过老实，直言老实人就活该被欺负，自己不仅免费占用了宽敞又靠近电梯的优质车位，还能每天省下几十元的停车费，就算物业和车位业主找上门，也拿身在外地的自己没有任何办法。然而赵艳华口中的外地出差全然是谎言，他仅仅时隔1天就提前返回了小区。苏清月很快在车库撞见了归来的赵艳华，当即上前和对方交涉，提醒赵艳华此前声称3天后返程，如今已经归来，希望他立刻将停放在自己车位上的车辆挪走，自己只想正常使用专属车位，回家休息。被当场拆穿谎言的赵艳华毫无歉意，反而十分蛮横地反驳，声称自己的行程无需向苏清月报备，态度极其强势。苏清月不想过多争执，再次严肃告知赵艳华，该车位已属于私人产权车位，属于个人私有财产，要求对方立刻挪车。可赵艳华依旧不讲道理，反过来指责苏清月不近人情。他认为苏清月不差钱，没必要为了一个车位和自己斤斤计较。小区车库空位充足，苏清月随意停放其他车位即可，没必要把事情做绝。苏清月冷静地反驳了赵艳华的歪理，他明确表示，车库有空位不代表可以随意侵占他人的私人财产，若是可以随意停放其他车位，赵艳华自己完全可以选择空位停放，没必要强行占用他人产权车位。因为赵艳华的恶意占位，自己已经连续2天只能停靠在收费临时车位，产生了额外开销，他的耐心已经快要耗尽，正式要求赵艳华立刻挪车。理亏的赵艳华见说理不过，
立刻转换手段，当场撒泼闹事。他故意提高音量，吸引车库内其他路人的注意，颠倒黑白，哭诉苏清月仗势欺人，刻意刁难邻居。他谎称自己只是临时停放一晚，次日便会挪车，指责苏清月毫无同情心，得理不饶人。苏清月当场戳穿了赵艳华的谎言，告知在场众人，赵艳华并非临时停车，不仅刻意预留虚假空号阻断联系，还欺骗物业，谎称需要停放3天。此前更是在车库内炫耀自己如何钻空子、省停车费，欺负老实邻居。这些行为自己全部知晓。赵艳华见自己的所作所为被当众拆穿，恼羞成怒，矢口否认自己的言行，甚至出言诅咒苏清月，指责苏清月自私自利。苏清月不再多余争辩，正式向赵艳华发出最后通牒，明确告知对方属于非法侵占他人私有财产。最后一次询问对方是否愿意立刻挪车，赵艳华依旧嚣张跋扈，不仅拒绝挪车，还看到苏清月拿出手机录像后，反过来警告苏清月不准靠近自己，扬言只要苏清月靠近，自己就立刻报警倒打一耙。面对蛮不讲理的赵艳华，苏清月不再上前争执，平静地表示，既然对方执意不肯挪车，那就让对方继续停放，不再多做劝说。赵艳华见状，以为苏清月只是虚张声势，得意洋洋地嘲讽苏清月太过稚嫩，根本斗不过自己。次日清晨，苏清月在车库偶遇物业李大叔，李大叔主动告知苏清月，赵艳华在早上7点半已经精心打扮后，匆匆将车辆开走，据悉是要去见大客户，行程十分紧急。李大叔好心劝说苏清月，既然对方已经挪车，这件事就此翻篇，大家都是邻里邻居，没必要把关系闹僵。认为赵艳华此次匆忙离开，今晚大概率不会再占用他的车位。苏清月却十分清醒，他向李大叔分析，赵艳华是脸皮极厚、毫无规则意识的人，此次挪车只是因为自身需要用车，并非心生愧疚主动退让，等到晚上归来，依旧会毫无顾忌地再次占用自己的车位。为了杜绝后续麻烦，必须提前做好防范。随后苏清月告知李大叔，车位的后续问题自己会妥善处理，不会给物业增添任何麻烦。紧接着苏清月拨通了安保工程负责人周师傅的电话。此前，他曾担任安保公司的法律顾问，和周师傅有过合作往来。苏清月告知周师傅自己有紧急私事需要帮忙，想要对自己的私人车位进行改造。苏清月的88号车位是3面环墙的独立凹槽车位，位置十分特殊。他向周师傅提出，想要在车位前方的黄色产权标线内加装一道电动卷帘门，将开放式车位改造成封闭式私人车库，杜绝他人占位的可能。周师傅当即表示可以施工，还向苏清月介绍了进口静音铝合金卷帘门，支持手机 APP 智能控制，兼具防盗、防火的功能，实用性极强。苏清月随即提出3项严格的施工要求：第一，卷帘门选用哑光黑配色，与车库墙面色调融为一体，做到隐蔽不显眼；第二，所有轨道、门体的落地位置必须严格贴合私人产权黄线内侧，绝对不能占用1毫米公共通道；第三，施工时间紧急，要求当天上午带人带材料进场，下午3点前必须全部完工，施工费用按照双倍加急价结算。周师傅当即应允，承诺亲自带队施工，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施工团队抵达现场后，周师傅忍不住夸赞苏清月选车位的眼光极佳，3面实体砖墙的结构搭配顶部充足的空间，完美适配卷帘门安装，将卷帘门收纳盒固定在顶部横梁后方，再搭配哑光黑烤漆工艺，几乎看不出车位加装了设施，隐蔽性拉满。苏清月再次叮嘱施工人员，两侧滑道必须严格贴合产权黄线，门帘降落的落点精准对齐黄线，务必做到法理层面无懈可击，杜绝任何违规争议。周师傅当即承诺，采用激光定位施工，整体误差不会超过2毫米，完全符合规范。施工过程中，物业李大叔闻讯赶来，看到车库内大张旗鼓的施工场景，连忙上前询问情况，疑惑苏清月声称自行处理问题，为何直接请来工程队施工，质疑他是在地下车库违规搭建。苏清月十分冷静地拿出88号车位的产权证明，向李大叔明确表示该区域属于自己的私人私有财产。随后他依据民法典第240条规定，向李大叔科普法律知识，告知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合法权利。苏清月逐一说明施工的合规性，此次改造没有改动任何建筑承重结构，不会危及楼栋安全，门体全程落在产权黄线内，没有占用任何公共消防通道，施工所用的铝合金材料均达到国家最高消防阻燃标准，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从法律层面来说，
物业无权干涉业主自有产权的合规改造，也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一旁的施工人员也补充说明，所用材料均带有正规消防合格证，设备运行噪音极小，不会打扰其他业主。还有在场人员直言，物业无力制止他人恶意占位。如今业主自费改造防护设施，保护私有财产，合情合理。李大叔听完专业的法律解释和施工说明后，彻底放下顾虑，表示只要施工不产生安全事故，不占用公共区域，物业便不会干涉。但他也忍不住提醒苏清月，赵艳华性格嚣张跋扈，得知车位被加装卷帘门后，大概率会在小区内闹事。苏清月坦然回应，闹事与否是赵艳华的个人选择，讲道理、讲法律自己都全然不惧。下午3点，卷帘门施工全部完工，工作人员当场将智能控制 APP 绑定到苏清月的手机上，整个改造工程完美落地，车位正式变成封闭式私人车库。当天晚上，赵艳华结束工作返回小区，一如既往地将车辆直接停放在苏清月的私人车位上。苏清月通过车库监控实时看到了这一幕，随即更换号码拨通了赵艳华的电话，打算做最后一次沟通。电话接通后，赵艳华依旧态度恶劣，误以为苏清月是昨日被自己顶撞后不甘心又来找麻烦，言语嘲讽，丝毫没有沟通的意愿。苏清月平静告知赵艳华，自己通过监控看到他再次占用私人车位，此次致电是最后一次协商。赵艳华态度极其敷衍蛮横，明确表示拒绝挪车，声称就算苏清月当面找来，自己也不会挪动车辆。苏清月依旧耐心劝说，给予赵艳华5分钟时间，让他主动下楼挪车，避免产生后续纠纷。赵艳华彻底撕破脸皮，以整日奔波劳累为由，拒绝苏清月的要求，甚至放话今后会天天占用这个车位，挑衅苏清月没有任何办法，还警告苏清月不准触碰自己的车辆，否则立刻报警。苏清月彻底放弃协商，清楚知晓赵艳华毫无底线，屡教不改。他平静告知赵艳华，既然对方执意不肯挪车，那就如愿以偿，让车辆一直停在车位内。同时暗自表示，幸好提前加装了卷帘门，正好可以应对对方的无赖行径，期待对方次日依旧能保持强硬态度。挂断电话后，赵艳华还在和身边人炫耀，嘲讽苏清月只会口头吓唬人，没有实际手段，根本奈何不了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局面。次日一早，准备驾车出门的赵艳华赫然发现自己的车辆被一扇全新的卷帘门彻底封在了车位内部，完全无法驶出。他瞬间慌乱暴怒，大声叫嚷，怒骂有人恶意封堵自己的车辆，扬言要找工具强行撬开卷帘门。气急败坏的赵艳华立刻拨通物业电话，勒令李大叔立刻带人携带工具赶到 H88 车位，强行拆除卷帘门。他表示自己中午有重要的大客户会面，若是因此耽误行程，造成的所有损失都要由物业承担。李大叔赶到现场后，仔细查看了卷帘门的安装位置，明确告知赵艳华，整扇门的轨道和落地位置全部精准落在车位产权黄线内部，没有越界分毫。88号车位属于苏清月的私人产权，业主在自有产权范围内加装合规防护设施，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完全合法合规。物业只负责管理小区公共区域，没有资格也没有权限强行拆除业主的私有设施。赵艳华拒不接受物业的说法，颠倒黑白，声称苏清月私自加装卷帘门扣押自己的车辆，属于非法犯法行为，逼迫物业立刻拆除，否则就报警起诉物业。李大叔无奈告知赵艳华，没有法院的生效判决，物业若擅自拆除业主私有设施，属于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相关责任物业无力承担。见物业拒不配合，赵艳华直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谎称小区邻居私自加装设施，恶意将自己的车辆封锁，属于黑势力行为，请求警方上门处理。辖区工作人员很快抵达现场，向赵艳华和物业核实情况，查看现场环境后，明确告知赵艳华，经过核查，卷帘门未对车辆造成任何物理磕碰、损伤，且完全安装在苏清月的合法产权范围内。此次纠纷的根源是赵艳华未经允许，长期非法占用他人私有车位在先，苏清月加装防护设施在后，属于典型的民事纠纷，不属于治安案件，警方无法强制介入处理。工作人员告知赵艳华，想要解决问题，只能联系车位业主私下协商，同时让物业联系苏清月，询问其是否愿意暂时开门放行。李大叔随即拨通苏清月的电话，说明现场情况，请求苏清月配合开门，让赵艳华挪车。苏清月礼貌回复工作人员和物业，坦言自己并非刻意不配合，只是目前身在外地休假，暂时无法赶回，最快也要2天后才能返程。
同时，他郑重提醒赵艳华和物业，该卷帘门属于高端进口设备，在自己返程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破坏、拆卸，否则自己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赵艳华得知苏清月故意拖延，不肯开门后，当场情绪失控，当众指责苏清月故意躲着自己，恶意刁难。工作人员见状，只能再次劝解赵艳华，告知其纠纷需等待业主返程后协商解决，建议他临时选择网约车出行，避免耽误自身事务。满心不甘的赵艳华无处发泄情绪，当众指责物业欺软怕硬，区别对待业主，抱怨自己无端遭受不公待遇，吐槽打车成本过高，严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断在车库内大吵大闹，宣泄自身不满。2天后，苏清月如期返程，回到小区车库，等候多时的赵艳华立刻上前当众发难，大声指责苏清月心胸狭隘，手段恶毒，故意将自己的车辆封锁数日，刻意为难邻里。为了博取围观邻居的同情，赵艳华刻意卖惨哭诉，颠倒黑白讲述事情经过。他谎称自己只是临时借用车位停放一晚，并无恶意，却被苏清月趁其不在，私自加装铁门封锁车辆，导致自己数日无法用车。他哭诉自己的车辆是贷款购买，日常需要用车跑业务。苏清月的做法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计，所作所为太过绝情。围观的邻居们不了解事情全貌，纷纷出言劝解。不少人认为邻里之间理应互相包容，只是临时停车小事一桩，没必要闹到如此地步，纷纷劝说苏清月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太过强势。面对众人的劝解和赵艳华的卖惨抹黑，苏清月始终冷静从容，等待赵艳华哭诉完毕，众人议论平息后，才缓缓开口梳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告知在场所有人，善恶对错从来不是靠嗓门大小、卖惨哭诉就能定义的，真相需要依靠事实佐证。苏清月当众提出关键疑点，依次揭穿赵艳华的谎言。他先是质问赵艳华，若只是临时停车，为何挡风玻璃上预留的挪车电话是空号，刻意阻断他人联系渠道？随后揭露赵艳华名下3个预留号码，2个是空号，唯一一个可接通的号码从不接听陌生来电，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恶意站位、拒不配合的准备。紧接着，苏清月当众播放车库监控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赵艳华此前在车库内和他人炫耀的全过程。视频中，赵艳华得意洋洋地讲述自己如何谎称出差，欺骗物业，如何利用漏洞免费占用优质车位，节省停车费，甚至大放厥词，声称老实人就活该被欺负。围观邻居看完监控画面后，瞬间明白了事情真相，纷纷一改此前的态度，指责赵艳华满嘴谎言，自私自利，为了几十元的停车费恶意侵占他人财产，还当众卖惨博同情，品行实在恶劣。赵艳华见舆论反转，依旧不死心，强行辩解，声称自己只是一时态度不好，并无恶意。苏清月随即再次播放关键录音，是自己加装卷帘门前最后一次和赵艳华沟通的通话记录。录音中清晰记录了苏清月给予赵艳华5分钟挪车时间，赵艳华却嚣张放话，今后会天天占用车位，拒不挪车的蛮横言论。铁证面前，赵艳华依旧嘴硬，辩称自己只是一时气话，并非真心所想。苏清月随即告知在场众人，在启动卷帘门封锁车位之前，自己先后给赵艳华拨打了3次电话，发送2条短信，每一次都明确告知拒不挪车的后果，已经给予了对方足够多的改正机会。是赵艳华一次次刻意无视，执意挑衅。随后，苏清月条理清晰地总结了4大核心事实，彻底厘清整件事的责任归属。第一，88号车位是自己花费10万元全款购买的私有产权，证件齐全，合法合规。第二，赵艳华刻意预留虚假空号，主动切断挪车沟通渠道，属于故意为之。第三，赵艳华谎称3日出差，当日便私自返程，刻意欺骗物业，糊弄业主。第四，自己多次沟通，给予整改机会，赵艳华明确拒绝，扬言长期占位，自己无奈才采取防护措施。完整的事实和铁证面前，围观邻居彻底看清了赵艳华的真面目，纷纷指责其无理取闹，颠倒黑白。赵艳华见再也无法狡辩，当众脸面尽失，情绪崩溃，最终在众人的议论声中低头向苏清月诚恳道歉，承认自己私自占用他人车位有错，希望苏清月能够原谅自己的过错。在场工作人员见状，及时出面调解，提议双方前往调解室坐下来协商处理，妥善了结此次纠纷。双方均表示同意。进入调解室后，赵艳华率先开口，坦言自己知晓过错，主动提出让苏清月开价赔偿，声称自己手头虽不宽裕，但几万元的赔偿费用可以尽力筹措。
苏清月随即向赵艳华普及法律知识，告知其民事侵权赔偿遵循填平原则，赔偿金额以实际产生的损失为上限，不支持超额索赔。此次纠纷中，赵艳华非法占用车位共计3天，导致自己只能停靠高架临时车位，每天停车费封顶80元，累计实际损失仅240元。苏清月明确表示，自己加装卷帘门是为了长期保护个人私有财产，属于自身主动投入，不属于此次侵权损失，无需赵艳华承担，对方仅需赔付240元的实际停车损失即可。赵艳华十分诧异，不敢相信苏清月仅索要240元赔偿。苏清月随即阐明自己的处事初衷，自己并非想要借机索赔牟利，若是追求高额赔偿，此前便可以直接提起诉讼，索要精神损失、误工、律师等多项赔偿，金额远超数万元。苏清月表示，自己真正想要纠正的是赵艳华扭曲的认知。赵艳华始终认为占便宜是本事，守规则是愚笨，老实人就该被欺负，从不敬畏规则，不尊重他人的私有财产。自己加装卷帘门、较真维权，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让赵艳华明白，私有财产存在清晰边界，肆意越界侵权，必然要付出相应代价。听完苏清月的一番话，赵艳华彻底醒悟，主动坦诚自身问题。他坦言自己日常总想着贪图小便宜，误以为苏清月性格温和，好欺负，才肆无忌惮占用他人车位，最终酿成纠纷。他主动认可苏清月的处理方案，愿意配合完成所有后续流程。随后，苏清月提出2项附加处理要求：第一，赵艳华需签署书面承诺书，保证今后不再占用其私人车位，若再次违规占用，每日需赔付500元违约金，且授权自己可直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第二，赵艳华需出具书面道歉信，如实写明自身过错与事件真相，明确自身责任。相关条款苏清月已提前拟定完毕，交由赵艳华核对签字。赵艳华看完条款后没有任何异议，当场签字确认，写下道歉信，并足额支付了240元的停车损失费用。全程见证调解过程的物业李大叔忍不住连连夸赞苏清月格局开阔，处事理智。从业20年，他从未见过如此通透的维权方式，不靠争吵闹事，仅凭规则和法理就彻底解决邻里纠纷，既守住了自身权益，又妥善化解了矛盾，令人敬佩。苏清月也借此机会提醒物业工作人员，日常管理中需要更加强硬公正，及时制止业主侵权行为，才能从根源上减少邻里纠纷。同时，他告知物业，车位的智能监控系统会实时推送异常信息，后续无需物业费心监管，自己可以全程把控。此次维权结束后，事情彻底尘埃落定。后续物业主动向苏清月反馈，赵艳华经过此次教训，彻底改掉了随意占位的陋习，专门租赁了小区地面月租车位，再也没有占用过88号车位。苏清月看着干干净净、无人侵占的专属车位，心中十分通透，深刻明白一个道理：生活中很多矛盾无需争执吵闹，只要坚守规则，立住底线，规则自然会为自己保驾护航，守住公道与清静。